你既已通过3域试炼，是时候告诉你宫门最大的秘密了。100年前，宫门初代主任和雪夜花3个家族来到此地，立下血誓，子子孙孙守护后山。其实，在宫门后山深处，存活着非常可恶的异卦之人，守护后山，就是守住天下苍生。后山雪夜花3宫建成之后，初代主任又在前山兴建了商、决、止与4宫。江湖人只知道宫门前山的厉害，却不知道核心是雪月花家族的支持。若说前山是宫氏一族的血肉之躯，那后山便是心脉所在。后山雪月花3族利用山谷宗从天而降的云铁，研制出了神武的无量流火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在控制不住后山异化之人时，就和他们同归于尽。但无量流火功力太过强大，一旦落入野心险恶之人之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，当时众家族一致决定，终止了无量流火的研究，将无量流火的存在也一同封印。若非宫门存亡之际，绝不启用。原来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无量流火。难怪无量流火如此厉害，却一直没有用来对抗无风。正是如此，无量流火毁天灭地的力量是用来对付后山异化之人，而不应该指向人间。那这后山深处，为何会有异化之人？他们到底是什么？无人知晓。总之，祖上流传下来的规矩，就是要守住后山。这也是后山严方四守的秘密。你现在已经是宫门之人，切记不能依靠一己的好恶做出裁决。启动无量流火，是事关苍生的大事，你务必要谨守祖宗的遗志。子玉明白。为什么乌鸡没有杀你，要非这么番事囚禁你？他想要的自然是华宫的那件东西。难道姨娘雾姬，她囚禁我哥哥的缘故，就是想逼问他，从而得到无量流火吗？不错。那雾姬夫人是如何得知无量流火的？恐怕是他诡计多端，从老执刃口中套出了这个秘密。你可还记得谋害老执刃的那个发簪吗？当时幻羽从发簪里搜出的就是有关无量流火的讯息，所以才着急地带着正二和发簪来到老执刃的面前，却不知原来这一切都是谋害老执刃的计谋。如今想来，定是雾姬告诉的正二。原来是这样。那宫上爵当晚连夜离开，也是为了追杀死尸吗？上爵，就辛苦你跑一趟郑家。正是。你和上爵的种种误会矛盾，皆因此而生。如今一切知晓，切不可再起冲突。上爵所做一切，虽然苛刻严厉，但他皆为宫门。他对雾姬和云微山的怀疑，如今也都一一证实。你们是血脉同族，手足情深，以后还应同心协力才是。还有一事，云眉山既已离开，在你的继位大典上，就要重新选婚。执刃不可无妻无后。学长，这定在5日之后办。5日之后，五星连珠，日月合璧，是吉兆。听
陈长老秉直任公子商大小姐的研究房里发生了爆炸。你也去爆炸一下吧。刚刚我抱着他的时候，就已经感受不到他了。人们都说，没心没肺的人都是福大命大。子商姐一定会没事的。他怎么样了？大小姐很聪明，在爆炸的时候用水浇湿了全身，然后用布匹裹住了头部，所以皮肤的烧伤不多。但连续的爆炸造成了猛烈的冲击，头部、心肺都有不同程度的震伤，所以导致了昏迷。外伤已经用生肌的药膏敷了，心肺也已有银针护住，只是他什么时候会醒，会不会醒，就得看他的造化了。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之后我会每日来为他施针调理心脉。至于你们，也可以跟他多说说话。大小姐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走吧。有些话，在我心里，始终都没有向你开口。你一直问我，每天问我，我不是不想，我是不敢。从我成为律御史那天起，我就只为守护公子玉而存在，生死都不由自己决定。没有资格接受你的心意。但是现在我后悔了，后悔了。若是能早些将我的心意说出来，该多好！废墟上的明火已经扑灭，满地狼藉。长老院的人还在废墟里调查，宫上君也去了。突然起火爆炸，确实可疑。你可有查到非常之处？询问过几个下人，
他们都说，在爆炸之前，见到宫元直跟公子上起了争执。宫元直，因为云姑娘的事。站住！我讲话你是听不见吗？住嘴！这里是我家，出去！你和公子羽一样，包庇无风，他不配当宫门的职人，你也同样担不起是上宫公主。是好是坏，不是以身份判定，是用心，你懂吗？云姑娘从来没有害过人。啊，你没有心，自然是不会懂。笑话，你们都被无风系所迷了心窍。他如果是好人，又怎会暗地里绘制云图，引得无风攻入宫门？我跟云姑娘一起出过宫门，下过山。她要是有这个心思，那云图早就落在无风手里了，还能被你们搜出来？她早就弃暗投明，一心就向着公子羽。她是被你们逼走的！蠢货！怪不得你爹那么讨厌你。我碎片是在库房的废墟里找到的。这是宫元直专用的金丝手套。仅仅找到一个手套碎片，就要断定是元直弟弟下的手，有可能是二人争吵间无意落下的，也有可能是被栽赃。执任大人是不是太草率了？绝公子一向公正严明，绝不徇私，怎么一到自己弟弟的事儿，就开始诸多包庇？口舌之争最是无用，等公子商醒来，自然真相大白。行了，待等子商姐姐醒来，一定会指认宫元直的罪行。若是子商姐姐醒不过来怎么办？何时开战5日之后。为何要特意等5日？宫门内媚界无风上官前传出的消息。白崖寺，我们在半路遇到你的手下，你要不要和他好好聊一聊？你怎么会碰到他们？你应该问他为何要离开宫门。我那副手套之前就遗失了，派人找了好久，没想到他们借此赃我。公子羽如此算计，真是恶毒。想必是二位公子逼走云为山，他才借口咬着不放。他们这样冤枉侄弟弟，公子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侄弟弟别生气了。他们手里没有实质性证据，不能拿元直怎么样。公子羽的执人继位大典已经定下了时间，他成为执人已经是定事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和他直接对抗，与我们无益。继位大典，对，5日之后。5日之后，为何偏偏选在这？他们选的日子，就是故意的。可，这太欺负人了。告诉公子羽，10日后有5星连珠的天象，让他把继位大典仪式定在那一日。为何？陈宫门内乱，召集精锐，在宫上局最虚弱的那天，攻入宫门，一网打尽。你不用管原因，照做即可。告诉公子羽没有用，太刻意了，反而让人怀疑
让长老说吧，比较自然，而且没人反对。我来想办法劝服岳长老。还有一事，云眉山既已离开，在你的继位大典上，就要重新选婚。就定在5日之后吧。5日之后，五星连珠，日月合璧，是吉兆。公子羽当选执刃之后，那我们岂不是要听命于他？愿赌服输。我们当初与他立下约定，说3月之内他能闯过3域试炼，就封他为执刃。我不服。我也不服。我的身份暴露了，不得已，只能逃出宫门。那你挺厉害，吴峰打了10几年都打不下来的宫门，你竟能随意进出。是我属实愚笨，身份已露，继续行动，怕是只会给诸位拖后腿。我只想要半月之阴的解药，永久的那种。这是你答应我的，只要我完成任务，就放我自由。你真的想走了？不管他想不想，他都不能走。你随我们一并进宫门吧，将功赎罪，才算真正的完成任务。到那时，定会放你自由。我有什么罪？每个人都有罪。如果我不答应这半月之阴的解药，你们恐怕是不会给我了吧？当然。差不多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不在这里住下吗？这里人多眼杂，很多人都认识我，我住在这里不合适。若是被宫门的人发现，反倒是会怕破坏你们的计划。我会在这附近找一处先住下来。你们真的放心他吗？这么多年以来，只有云雀一个人从宫门全身而退。云为山不会是下一个云雀吧？他比云雀聪明，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会那么傻。他确实聪明，也确实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只是不知道他想要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。总之，还是盯紧一些吧。我会的。出了乱子，我可以帮忙。不需要你帮忙。我是说，你如果下不去手的话，我可以帮忙。哎，姑娘，我记得你。你身边的俊小公子呢？没和你一起来吗？我们分开了，我辜负了他。别开玩笑了，姑娘，你这手上不还好好戴着我编的花绳吗？看得出你还是没放下。你们一定是有误会的，快去弥补吧。我看他可喜欢你了。那你愿意帮我送一封信进宫门吗？我想弥补。愿意是愿意，可是我们这些小摊小贩的东西，一般也送不进去啊。
你帮我把这封信和花绳一起送进去，他看到信和信物一定会原谅我的。这可是你牵的红线，你要负责。你帮我送进去之后，我会买下你所有的花绳。送，我现在就去送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那你走吧。你放我走。我放你走，是因为你面前还有路可以选择，而我没有了。我能选的，就是不阻挡你的路。你也可以选的。满月之影根本就不是毒药，没有了性命之忧，就无需再受无风胁迫。你也可以走。寒鸦只属于冬天。他们明明知道黑暗的森林里有猎手，有陷阱，却永远无法向光明之处飞去。他们从小就啃食着肮脏的老鼠，糜烂的腐肉，就连他们的叫声都透露着让人恐惧的狰狞。他们只能在寒冬里、阴暗处和日落下活着。你每次路过都会朝窗外看，你在看什么？太阳。哪有太阳？就快要落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就因为快要落了，所以才要多看几眼。这次的考验，你获得了第一。你想要什么奖励？带我看一次日出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奖励。你总是看日落，可日落后的世界是黑的，是冰冷的，所以我想带你看看日出。日出后的一切是热的，有希望的。但是，日出之后就是日落。黑夜再长，也一定会有日出的。这世上没有任何一堵高墙可以阻挡太阳的升起，只要你愿意等，就能等到。
许你可以，但我已经等不到了。你为什么非要留在雾峰？这里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天大地大，你为何？天大地大，却无我容身之地。魑魅魍魉只能在黑夜里独行。你又不是，你是寒鸦。寒鸦更可怜，只属于冬天。他们不配向往光明，他们只配活在酷寒的长夜里。你走吧。再漫长的黑夜都会结束的。你记得我之前和你说过吗？这世上没有任何一堵高墙可以阻挡太阳的升起。寒鸦寺。你保重。春生万物，冬生春，千叮万嘱，心心。和你一起看了那么多次日落，这一次终于可以陪你一起去看日出。你看，这是我昨夜在林子里看到的萤火虫。我想着，这些萤火虫或许是你之前放飞的萤火虫的后代，忍不住给你抓回来。我把它装进瓶子，等到晚上就会亮，像灯一样。以前你啊，从孔无遮拦，什么都敢乱说。叫什么名字好呢？不如就用你的姓氏，我的名字，那就叫他小金子吧。起名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就听你的吧。实在让人左右为难。堂堂男儿，前路遇到一点困难，哦不，一点军训都不知道迎难而上。只不过，
现在许久没有你的谬论，竟还有些想念。只要你醒了，你说什么我都听着，绝不反驳，好不好？那你娶我。你醒了。你不是说，只要我醒过来，说什么你都答应，绝不反驳。去帮我叫公子羽过来，快点！这么急？啊，不要告诉别人我醒了。好。你现在已经是执刃了，这些事情就交给下人来做吧。现在哥哥回来了，昔日这执刃之位，理应由哥哥来当。你这就是在说傻话了。我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再当执人了。哥哥求你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哥，你说，任何事情，只要我办得到，我一定答应你。你办得到，现在只有你能办得到。启动无量流火。无量流火？难道父亲的仇你不想报吗？10年前，无风屠戮公家满门，我亲生爹娘惨死。后来幸得大伯收养教导，又带我入籍出伍，我又慢慢改口你父亲为爹爹，可是他都死在了无风之手，这仇不能不报。哥，无风之仇一定要报。但这无量流火威力太过强大，一旦落入恶人之手，这天下必定生灵涂炭，血流成河。然而无风一日不诛，江湖中的血光就不会停止。天下江湖众生如何才有安定之所？他们一样生活在被无风控制的恐怖阴影之下。铲除无风不仅是私仇，更是大义，大义当前，牺牲在所难免。哥，你先好好休息。等你养好身子，我们总长结业。子玉，你长大了。执人大人，大小姐醒了。让我过去。
继位大典之后，你就是宫门的一家之主了，务必要肩负起守卫宫门、保护族人的重任。我一定向父亲看齐，做一名好职人。恭喜于公子。元始弟弟从明日起就要改口叫我职任大人了。此次前来是有事向长老汇报，很抱歉，一直隐瞒大家。